拆4合1水龙头最高境界啊，不用拆盘儿。这种老款的盆儿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这是10多年前非常流行的4合1水龙头，盆儿是什么亚克力盆儿，现在很少见了。现在它这个水龙头呢有一个问题，打到冷水出水，打到热水已经不出水了。这种4合1或者3合1的水龙头呢，一般在网上还可以买得到，线下卫浴店里面现在已经很少了。客户在5金店呢买了这么一款水龙头，就是我们普通的立装式的，像客户家这种情况，这样装是装不了的。所以呢，把这个位置给它打算改一下，刚好这边有一个抽拉管，这一套全部都要拆嘛，已经没什么用了，打算就装到这个位置，那不是左右2个盆都可以用了吗？我们先把下面的角阀先关掉。水龙头虽然坏了，但是看这2个角阀质量特别好，是品牌的。水管长度不够，还做了一个延长管。拆这几个龙头呢，打算是要拆柜子的，但是我发现从这个位置拆也可以，如果能顺利的拆下来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柜子就不用动了。上面这是2个装饰盖，它都是有螺口的，包括中间这个水龙头应该是螺母固定的，结果也拧下来了，那我们这个盆就不用拆了，这一套全部拉出来。不出水的主要原因呢，应该是这个阀线坏了，或者是堵了。不过客户已经买回来新的龙头，那我们也没有啥修的价值了，直接给它拆了换。前面几个拆的特别顺利啊，这个不好拆，4口呢有点生锈，锈死了，就用角磨机呢慢慢的给它切一个口。像这个位置切割的话呢，也是有风险的，如果角磨机控制不好的话，可能会把盆就划伤了，所以这个也不要轻易模仿。能够生锈成这个样子，它也是合金材料，质量太差。重新装一个水龙头呢，它的孔还有点小，所以这个孔呢要重新扩一下。不过这种材质非常的好扩，普通的一个玻璃钻头，然后都不用加水，直接打下去就可以了。切割下来这些粉末呢，闻起来和我们的实验室台面那个味道差不多。这个孔呢，我们可以扩一个32到35的都行。这种水管和水龙头连接的地方呢，它是有2个黑色的密封圈，靠密封圈来封水。有一些老师傅呢会在4口上缠点生料带，这个是以防万一它会漏水。紧固这个水龙头的时候呢，下边使不上力，我们可以借助水龙头自然旋转把它上劲儿。水管接好，我们就可以上水试水了。打开角阀，这水感觉也太小了吧，打到冷水要比热水强一点点。这个水龙头呢装在中间的位置啊，唯一的好处呢就是水龙头可以左右旋转，这样两边的话都不影响用水。水小的原因呢是总阀门没有全部打开啊，这下水就大了。如果我们家里有这种老款盆的话，也是这种水龙头，配件不好配的话，可以这样选择，把这个水龙头换成立式的，装到这个位置。测量一下这3个孔的直径，这个孔太难看了，所以在网上呢帮大哥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这种装饰盖。万能的网店，只有你想不到还没有买不到的，你看这个东西真的有。